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韓國萬萬沒想到，35歲的中國藝人檀健次在韓國走到了新位置。時間剛翻到2026年1月，還沒過半，檀健次這個名字已經在熱搜上反覆出現。出現的方式很雜，作品、舞台、私生活，真假難辨的傳聞混在一起，信息密度很高。看久了反而有點恍惚，好像這個人一直站在聚光燈正中間，從來沒真正離開過討論區。不少人對他的第一印象停留在最近這2次感情風波上。開年不久，關於他和司小迪的說法突然冒出來，聊天記錄被截圖，昵稱被放大，螺螄粉王子這種細節被反覆咀嚼，一件短袖被說成關鍵證據。甚至連一句不要了都被拆解出各種版本的解讀，圍觀的人越來越多。事情並沒有發酵太久，檀健次工作室很快出面否認關係，定性不實，語氣乾脆，沒有留模糊空間。輿論很快降溫，話題往下沉，討論區的方向開始偏移，有人不再糾結真假，轉而提起他的角色。說起那個名字時，語氣明顯柔和下來。香柳這個角色被反覆提起，《長相思》播出時，他飾演的香柳並不張揚，台詞不密，情緒壓得低，鏡頭一拉近，眼神裡全是戲，那種克制感讓很多觀眾記住了他和小夭之間的情感線沒有被寫滿，留白很多，遺憾也重，觀眾的情緒被卡在中間，走不出來。有人回頭翻他的其他作品，《獵罪圖鑑》裡的沈翊成了另一個被頻繁討論的點，氣質完全不同，安靜、理性，說話不急，畫畫時專注到幾乎與外界隔絕，拿筆的手勢，觀察的停頓，細節被處理得很自然。看完整部劇，很多人才意識到，這個人最早並不是靠演戲被認識的，他的演技並不是突然被承認的。在我就是演員的舞台上，徐崢那句評價被反覆引用，小鮮肉裡也有演得好的人。現場很安靜，檀健次站在燈下，情緒沒繃住，那一刻的反應很真實。這種來自前輩的認可，對一個演員來說分量很重。演戲之外，他一直沒離開舞台。Mike 男團出道到現在10幾年過去，唱歌這件事始終在做。跨年夜和陶喆合作的《荷塘月色》被改成 R&B 版本，出來的效果讓不少人意外，旋律處理得乾淨，和聲貼合，沒有刻意炫技。陶喆站在旁邊，檀健次也沒有被壓住。熱度剛緩下來，新的討論又接上了。劉一諾的一條動態被網友注意到，同款物品被一件件對比，猜測迅速擴散，話題爬上熱搜。時間線被填滿，沒多久，檀健次在社交平台發了單身狗，工作室隨後轉發配文，不管外界紛擾，節奏再次被拉回。連續的傳聞讓不少人開始關注他的狀態，有人擔心影響工作，有人覺得會分心。他沒有公開解釋太多，把重心放回到作品。本月初，第3張個人專輯進入預熱階段，互動數據上升得很快，關注度明顯。專輯上線後，反應並沒有只停留在國內，韓國那邊很快出現了相關報道，接連發文，用詞直接，把他稱為頂級明星，評價這張專輯是他走向亞洲市場的重要節點。這樣的說法在韓媒並不常見。製作陣容被逐一提及，防彈少年團熱單製作人 Lin Jun和賈斯汀·比伯合作過的 James Abrahart、MV 導演李漢傑合作過 Blackpink 和 EXO， 這些名字放在一起本身就很有分量。Dead Reflex 的 MV 討論度最高，畫面走的是末日設定，卡尼薩三角的概念被融進敘事裡，冷色調貫穿全片，節奏緊，情緒壓迫感強。檀健次在短片裡切換3種狀態：白襯衫的冷靜、
紅發背頭的張力，廢土戰損裝的鋒利，轉場處理的流暢，沒有拖泥帶水。編舞由 We Damn Boys 成員金銀奎參與設計，群舞力量感很重，動作乾脆，舞台控制力被完全放開。視頻上線後，彈幕刷得很密，很多人反覆回放，討論點集中在整體完成度上。韓國網友的關注度也在同步上升，有人統計相關報道數量，提到已經覆蓋10多個新聞版面。這種關注並不是突然出現。去年12月，他落地仁川機場，接機的粉絲占滿通道，生圖迅速傳開。再往前看，他生日時，韓國粉絲自發在機場入口站投放應援廣告，沒有官方組織，全靠粉絲自發。這類行為本身就說明粘性。他這些年參演的影視作品在海外也有傳播基礎，這次專輯的反響被推高，並不意外。話題繞了一圈，最終還是回到作品，從唱跳歌手到演員，再到現在的唱作人路線。檀健次走得不急，方向很清楚，熱搜來來回回，他站在舞台上，站在鏡頭前，把該完成的部分一項項交出來，討論自然會跟上。